我是如何产生一张好看的街景插画。今天就透过这支影片来跟大家分享我作画的流程，从取景到完成一张精美的作品。一般来说，我会先规划今天要走哪一条街，然后在街上闲晃。虽然台湾街道有点生猛，需要花一点时间消化跟取景，但是用心去找，还是会找到一些好看的店、有趣的画面。这次来画一点简单的店面，昭和浪漫冰室。我会说它简单，不是因为它很好画，而是这家店真的有特色又好看，也是许多写生爱好者喜欢的画画店。在取材的时候，我用的不是专门的相机，而是随身携带的手机。在取材的过程中，重点不在于整体的构图、建筑的特色、细节，或者是画质、景深表现等等，就不是重点了。毕竟最后要呈现的是画作，而不是摄影作品。当然，若可以两者兼具，就更棒喽。拍完之后，打开 iPad， 挑选想要的角度，开始修照片。一般来说，我习惯先修照片的垂直水平，毕竟人的眼睛很敏感，有一点歪斜都会让观众感受到。再来，我会调整光线，这次想走比较柔和一点点的，所以对比不会太强烈，曝光高一点。最后调整颜色，把一些不太重要的颜色彩度都拉掉，甚至灰色也没有关系。这时候就可以透过照片的调整，去调整出自己喜欢的色调，不用在画布上来来回回或者空猜空想。来，前后对比，好多了。接着打开 A3 画布，参照把照片放进去，就开始喽。一开始我会先从比较粗的笔刷先去抓建筑物大概的比例，这时候关注的会是楼高与窗口的位置，不太会去雕刻细节。而且在粗略地抓比例的时候呢，比较心甘情愿的去变形拉扯，过程中要涂改也都相当容易。毕竟有时候拉扯的过程当中，那个解析度会逐渐的下降。既然这是个简单的草稿，那就好好的专心把比例抓好吧。草图规划的重点整理：1. 楼高比例； 2. 窗口的位置； 3. 透视。由于这个构图的透视是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大概只有招牌以及画面左边的雨遮，算是草稿阶段难度较低的画面。许多高手可能在这个阶段之后就会开始上色了，但我不是高手，所以还要进入下一个阶段——线稿。在线稿的阶段，我会开启绘图辅助，让拉直线变得更加的快速。这阶段就会开始去抓更精确的建筑楼高、窗口透视的准确度。除此之外，关于门上的装饰啊、招牌、营业中的牌子以及文字的位置，都会在这个阶段给予方块形状的位置。不过这个阶段不讲前后关系，很多物件都把它画在重叠在一起，然后也不清理线稿，因为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还是精确的比例，而不是把线稿画得干干净净的样貌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接着我会再画一次最后的线稿。精细线稿这个阶段，我就不太会使用绝对的直线，反而让整个画面的线条都带一点点手感。因为在这个阶段有许多的地方都要画上细节了。如果全部都是用辅助绘图，那么有很高的几率都是非常僵硬的线条，会导致最后的画面非常的僵硬。顺带一提，这也是许多新手的毛病。有时候怕透视抓的不准确，有时候怕垂直水平没有抓准确，所以呢，非常爱使用辅助绘图来去画线条。那这样的话，就会导致整个画面的线条僵硬到不行，而导致最后画出来的画面、画出来的成果也都不尽理想。有时候你会觉得，我画得很准确啊，可是为什么画起来不好看？因为我们要的不是绝对精准的垂直水平线，
而是在上个阶段把绝对的垂直水平线都画好之后呢，这个阶段我们就要来点人的味道，也就是画画的手感。所以我非常推荐在画线稿的时候，辅助绘图放在上一个阶段，最后留下来的线稿就会是舒服的、有手感的，这样才会像画画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阶段若是对新手而言，我是非常建议什么都画上去试试看。对新手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观察力，接着才是培养舍去部分的细节的能力哦。优秀的打稿能力、观察力是强化上色的关键之一，真的非常的重要。而且啊，真的不要看大神们撇个几笔潦草的草稿就开始想要上色，他们在画线稿的过程当中，在大脑已经有另外一个线稿了，这是需要长期间的练习。所以新手们千万不要模仿大佬们，这样有很大的几率都会翻车。对了，那个线稿的3个阶段都可以在30分钟内搞定。其实啊，花最久的时间就是上色。终于来到上色的阶段了，真的太令人兴奋了。首先，我会先把整栋建筑物的框选起来，然后涂上深色，最好是带点变色的笔刷。这个部分可以参考我的另外一支影片，是任何的笔刷都能够达到的效果哦。在画好墙壁的颜色之后，我们接着就可以开始来画物件喽。我会先从简单的门框来暖暖手，因为画这个的时候其实跟透视没有什么关系，又可以练练手、暖暖身，所以我喜欢从这里开始画。只是啊，在画这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在照片当中，其实有些地方会有发光的效果，所以在上色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光影的关系。而且即使在画简单的门框，我也会用变色的笔刷来去画门框，这样的话连这个细节都照顾到了，那最后完成的画面一定会非常的好看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接着来画画看招牌，在这个阶段我会先把招牌的红色跟底色都画上去之后，然后用变色笔刷以及调色盘去混出不一样的颜色。因为招牌上面除了之后要加上去的字之外，其实画面上来讲是十分单纯的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会想要混一点点不同的颜色，让它看起来画面上面更加的丰富。话说回来，我会喜欢画这个地方，主要是因为这个老板非常认真用心的去装饰店面的每一个地方，品味啊真的是非常的了得。然后这家店呢，我可以在对面拍1个下午，看1个下午，或者是在对面速写画画都可以，真的非常的好看。墙壁上有斑驳的部分，这个部分如果用一般的笔刷来去画的话，其实会非常的慢，这是表现效果都不好。所以我会习惯用特别的笔刷来去刷出墙面的斑驳感，再透过图腾混合属性来去用笔刷创造更细微的纹理，这样的话在普通的墙面上面就会混合出更多的色彩咯。至于柱子上面的垂直水平的线条，在这里就只是小差一点而已啦。电绘就是方便，墙壁上的颜色就先暂时这样，纹理比较重要。若之后想要修改，其实都可以透过调整或者是图层混合属性来去改颜色，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最后全部画完的时候需要墙壁用暖色还是冷色，但是呢纹理的部分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就做好，所以我们就先不要纠结在墙壁的颜色啦，纹理对了比较重要啦。来了，这个窗户画完会超级有成就感哦。要不是我真的很熟悉 Procreate， 不然要画这个窗户真的是非常的难画。那到底会是怎么样画的呢？其实啊，我是善用图层属性的覆盖，
透过这招可以让很多不同的画面叠在那个玻璃上，例如店家对面的建筑物的窗就会出现在玻璃窗上，用覆盖就可以搞定咯。再来啊，1楼的窗户才是地狱啊！我会先告诉自己，我会先看到什么，例如冰淇淋气球，有冰这个字的灯笼，红白间隔的布条，就这几个。至于其余的话，就给那一堆所谓的假动作。用假动作的话呢，混出一堆垂直水平的色块啊，堆叠出来，把氛围感去做出来就好了。透过变色笔刷来去完成这个区块，当然还是不忘记用图层属性去混出不同的颜色出来。只是说在这个阶段，真的要花很多的功夫来去把氛围感给创造出来。如果我们什么东西全部都要画得非常清楚，那会非常的痛苦，尤其是在1楼的玻璃窗上面，只要画到你觉得看得清楚的重点就好了。其余的话呢，就像是近视的时候没有戴眼镜看出去的画面，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处理就好了。最后玻璃上面的字是扎扎实实的，没有混到任何的东西，所以不用用图层属性混合，直接写上去就好了。老实说啊，这一块玻璃我真的画了超级久。你问我要怎么画得漂亮，可能透过观察而已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天分吧。终于越来越清晰了。我们来把招牌的字写上去，门牌的字都写上去。来，整个画面藏个色，混个颜色，最后把坐在椅子上的猫老板画上去。那记得那个背面的光线顶光要处理得很好，也就是轮廓光啦。画好之后，这样子就完成咯。这张画了多久呢？从 Procreate 的记录来看是9个小时呢。你觉得这算快还是慢呢？但无论如何，从发现这家店家的愉快感，开始打稿的观察感，上完色的成就感，都是无可取代的。这家店呢，我画了3次，一次是从侧面那个角度来看，一次是现场速写，最后一次就是这一张啦。我真的很爱这家店的风格呢。结果啊，画完才发现，我根本就没有进去吃过每次画完其实就很满足了，然后就离开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分享自己精细的画面的作画过程，也是我少数以这样的方式看自己作画的模样，其实还蛮有趣的啦。我真的很喜欢画画，尤其是画建筑、画渐进。有什么好看的建筑物跟特色的街景，想要糯米来挑战看看呢？欢迎留言跟我说，追踪我的 IG 看更多的作品吧。我是糯米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